在这边停车一个5分钟，我从这边车，然后我看人家讲其实可以停个10到10分钟，然后我听到刚才有人在问，不是停1个小时啊？不知道了，可是就这个地方还蛮 interesting。我有跟学长讲我会要来坐这个火车去到这个格兰丹，他就问，这样为什么你们想要在这个公路上停一天？其实是个好问题，我也没想到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子想要停一天。这个地方看起来还蛮特别的，它尤其是这边有一个很大个的山，有一个石头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地方也蛮特别一下。然后我刚才也是下去拍了一些照片，拍了一些 video， 然后也很多人在这样子做，然后大家都在赶着时间在拍照，因为真的是很短时间嘛，然后拍回来了。原本刚才是想要走去吃东西，看改天有什么东西，结果竟然到我其中一个站，然后这一站好像还蛮多人下车，我就卡在这边，没下车了。Excuse me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心理讲法。ada。这整个12块，像在早上的时候，那一个乘务员跟我讲有一个插头在这一个杆地前面那边，可是我买的那一个插座太大个了，插不进去，然后我又没有买来换脚，让我可以翻下插，就完蛋了。然后我刚才就去，我记得在前面能坐的车厢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有插头，然后我就先把我的power bank留在那边插着，然后现在吃东西，然后再回去拿。真的是在森林之间穿梭。想走到最后面看一下是怎样的。大家都会在车厢跟车厢之间抽烟。终于走到最后面了，原来就是这样的。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停下来了。Do not open the door while the train is in motion. Dilarang membuka pintu ketika tram bergerak. 所以刚才他没有让，所以我去打开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就停在这边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很想要拍在最热节车厢火车走过后的那个 scenery， 然后我现在在等，然后我就坐下来在这个它的这个好像 premium seat 这样的这个车厢，然后就在研究。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坐板，其实坐板是锁在这边，这边，打开起来，拉开就可以了，就好像飞机啊这样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，感觉上应该是因为它这边全部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，然后其实你去到其他的那些坐着的位置的话，还是有前后像一天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厢想要你踩这个
这个东西你看它圆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就可以转，所以它就每次都向这一个对的方向。虽然它比较贵一点，我买的那些猪肉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等这样久了，因为你看，就是在等它过。走了，等下我们就应该可以走了吧？应该是因为前面都是在 share 的一个火车轨道而已。这个火车站叫做布给阿姆，真的是穿梭在森林里面，就是左边是树，右边是树，中间就一条这样子的路嘛。这样子站在那边站了半个小时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可是就还蛮爽。这样子看这个路，它直直这样子一条，然后有点弯弯这样，然后弯的时候火车因为倾斜一点，会有点声音，倾斜一点点，然后弯一点点，还蛮特别的。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可以发呆车，真的是发呆。前面会有一个桥。是铁桥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Google Map 有一个这样子的路，所以就我现在等到那个火车站这样的地方，应该是要到因为火车慢起来了。我注意到火车要过的时候都会慢起来。那看完这个我就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说，我在那边也是顺便等我的 power bank 在驾驶吧。那个铁球上面是有路的，所以其实我可以站在下面看上去，就可以看到是怎么样的结构啊，火车。神奇耶！这边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了，就回去了。门这个没事。还有大概不到2个小时，我就会到我的 destination 了，就是 Makan Baru。然后，不懂有没有给你们做介绍我这一个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所以就是有一个可以这样子拉起来的，然后就可以睡觉。然后进来就是一个整个这样子的床，有枕头，然后这样子的床位，然后就可以这样躺下来。然后这边你可以开可以关，然后我昨晚有在讲的那个灯就是这个。应该可以开的，只不知道怎么这里开不到。然后我等下要走到最后面了，再走回来。我会发现到一点就是，可能因为这边有很多这些软软的床啊，还有那些布啊，所以它可以很好吸收到那些噪音。所以其实在这边的那些火车的那些噪音没有这样大声，在后面的话就会大声，因为后面就比较空一点，所以它的回音啊什么也很大。所以在那边其实，在这一区其实还蛮舒服的，温度也刚刚好，然后也不会太吵，还蛮 OK。现在才看到原来上面竟然有安全带。这边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这一区没有插头，所以你要插头，你一定要去到后面才会有插头。然后我刚才就把我的 power bank 在插那边，应该插1个小时多一点。应该至少够耐到我去到民宿了吧？因为现在差不多是3个小时吧，3个小时我应该不会有太多手机，应该没有问题啊。还是看不到，这样太阳出来了，这边还是一样是蒙蒙的。可是太阳出来了，其实就开这边它有一点点热，被那个太阳这样子射进来，一点点热。可是我穿的jacket所以还好啊，如果穿的jacket就刚刚好，我觉得。温度虽然讲是还 OK 的，这个地方是我自己选的，它不是他排给我的，我自己选到不好，这看不到灯又没有，终于还有1站就要到我的目的地了，12点24分，预计12点半到35分这样子会到。我已经整理好我的东西了，就在这边享受最后的1站，最后的10分钟，还是看不到什么东西，这已经没有关系了。OK，
该已经要看的都已经看了。虽然这个整趟火车11个小时20分钟这样，可是我不会觉得很长。中间我也睡了，虽然讲行程睡并没有睡很多，可能睡一个4、5个小时这样。所以其实真正醒着时间也那4、5个小时吧。然后又这样子走走看看，做自己东西一下，然后尝试用 iPad 的DaVinci来剪片一下。时间其实过得很快，还蛮 enjoy 的。我还希望再长一点，可以继续这样子躺着，然后爽爽按一下手机，然后剪一下片，然后看一下风景，还蛮舒服的。只是就今天的天气也有一点阴阴，这样就看不到太多东西，而且窗口又这样也没有很看得到，是也不错的体验呢。下一次会想要再 try 吗？也是有可能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真的要的话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但是就可能这个路是可以了，这个路线可以再多一次，因为毕竟我并没有真的看到日出。然后或许可以下一次的话，就可以尝试在灌木上啊，或者在中间的其中几个地方可以停下来，然后可以过夜。因为我有注意到，其实灌木上那边有另外的，就是不是这种，还有另外的 KTM 厅更加多站了。然后其实可以用那一种来继续 travel 慢慢上去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啦。就可能可以不一定需要去到KB， 或者可能到 KB 就可以坐飞机回了也是可以，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玩法。这火车还蛮特别的。然后其实不懂那个双轨火车会不会取代这个，因为其实双轨火车好像见到差不多，可是我并没有看到在这一个火车轨道上，就我们这条轨道上有看到另外一个那个轨，跟也没有看到其实有围起来，所以其实我也不懂，这个还要再去做research看看。就这样啦。就这样到了阿巴路火车站。原来这边数据直接出哦，scan 都没有 scan 的。Interesting， 来拍一下这里，这个就是我讲的，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，还有很多不同KTM的小的站点，可以从Guam上拿到去1.5半，也才8块钱吧。对，真的可以这样子做诶。我到了这个 Crystal Run 才看到该还有 message 我那个租车讲，他也是在改了 KTM 啊，高巴路，没有注意到。我现在到我才 message 他，我现在到 Crystal Run 看他里边有什么东西，够力。果然东海岸就是不一样。OK， 有特别。而且这里的人驾车很危险呢。大家讲平常人驾车危险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这里是最危险的。